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射雕是春节档最体面的电影，不发疯不卖惨不抱怨，甚至不辩解。今年的春节档即将落幕了，电影圈轰轰烈烈的厮杀也结束了。曾经电影是艺术，是将光与影结合，辅以声音，佐以颜色，然后荧幕徐徐展开，故事娓娓道来，将一个又一个或离奇或细腻的梦境具象化。现在电影是豪赌，输家痛哭流涕，有的当众下跪，有的痛哭流涕，有的卑微祈求，姿态一个比一个难看。今年哪吒通吃、唐探、封神、射雕、蛟龙4部大片均不达预期。对于我个人而言，因为我是资深金庸武侠迷，徐克是我最喜欢的导演，射雕是我最期待的电影。如此结果感到非常的遗憾和不甘，但是看了路演主创们的精神面貌，看了射雕主创们的各种访谈，又感觉释然了。毕竟拍过，存在过，遗憾也是一种艺术。它不是一瞬间炸裂于舌尖味蕾的爽感，而是反复品鉴之后余味的回甘。至于删减导致的遗憾，只能说射雕能抬上来就已经很牛了，像敦煌英雄和去年那部直接埋了。总之，这波险胜。为什么呢？遗憾，因为从2023年国家电影局的备案和2025年电影上映后的简介对比出，平方明显做了剧情上的调整。射雕杀青时恰逢新的审核制度出台，导演不得不砍掉西征这条线，重构故事，否则破译完五木遗书，郭靖就该穿着血披风西征伐金了。郭靖策马重回丰州大营时，全军上下呼喊他的名字，那是他浴血奋战打出来的威望。郭靖本来是大汉气重的少年将军，前途无量，而就是在西征过程中，他见识到战争的残酷，生灵涂炭，体会到的战乱下的众生之苦，才意识到要反对战争，放弃大汉给的荣华富贵，返回中原保护百姓。西征这段是他整个人思想意识转变的关键，是他的成长，是电影的内核。射雕英雄传里的战争场面可是重头戏，郭靖黄蓉在战场上的成长，家国情怀的展现，都离不开这些情节。主角的高光时刻也在战争中得以凸显，那些弯弓射雕的豪迈，那些保家卫国的热血，那些随着删减被一并抹去，想想都让人心痛，再次感叹射雕时运不济。射雕这部电影还有点心疼徐克，70多岁的年纪，花了那么多心血，诚意满满拿出来的好片，但戏征被删导致主线薄弱，是人力不可畏，因为不可抗力删减重场戏，还能把剧情缝合起来，却被嘲讽廉颇老矣。所有剧情方面的吐槽，在被删掉的部分都有。所有想看的真功夫武打，想看的战争大场面，也全都有。但是现在也只能通过各种花絮里呈现的一小段和一个小小的彩蛋去想象。西征是花了极大心血资源去具象化五木遗书和战争动作戏的精华，这个整段审核被拿走，大量情节要经后期改配音接上来，加上前段介绍前情的一些回忆和插播，就更显支离破碎。不是导演，不是编剧，也不是哪里做的不够好，只是遗憾。这种不得不为之的删减，真的遗憾。但是徐克还是那个徐克，在没有西征这条线时，他用乱世江湖女儿情作为主线，重新架构起了这个故事。我们在徐克的光影里看到黄云接天，营帐千里，听到鼓角回荡，骏马疾驰。如果没有徐克的马向夕阳奔去，就没有肖战的那一镜到底夕阳西坠，骏马踏破余晖。如果没有雁门关外的一杯黄土，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矢志不渝，什么是父为戒而将计。射雕主创团队第一次公开活动，除了徐克偶尔有点严肃，每一位成员都笑容满面，喜气洋洋的。
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时肖战还被大家说他太憔悴了，像是几天几夜没合眼。被大家指出来后，之后的每一场路演，肖战迅速调整好状态，面对观众始终笑着。徐克一提起电影构想就滔滔不绝，在一次采访中说漏嘴，提到被删掉的情节。主创们睁大眼睛看着他，心照不宣的沉默。但是他们依旧精神饱满的开开心心的进行每一场活动，他们没有愁眉苦脸，没有煽情卖惨，身经百战，不枉来时路。顺境时候漂亮姿态，所有人都容易有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但是在逆境的时候，保持乐观的心态，得体的举止，很难有人在面对误解时一声不吭。真的对他们很有好感。60-70岁的梁家辉表现得特别活跃，把头发搞乱扮鬼脸还原了欧阳锋在电影中的狂暴，逗得观众哈哈大笑。活动结束还把即将离开的肖战拉回来对观众比心，肖战有些不好意思地低着头。他当然知道梁家辉是在故意逗趣，安慰所有人。活跃的家辉哥，戏里戏外贡献最卖力的演出。令人感叹老前辈的倾囊相授，只要还有江湖，传承就不会断。看完窦文涛、文俊、徐克和肖战关于《射雕英雄传》的采访，感觉徐克老爷子是真的很热爱武侠，很热爱他的职业。看到肖战和徐克导演的相处模式，我才明白大导演遇到了合拍的人是怎样的。不是演员对大导演的谄媚讨好，不是假装热络的一味尬聊，也不是木讷呆滞的全然顺从，而是最简单不过的文艺创作者之间的思维交流，是不卑不亢、从容平和的。4人围桌，每个人都侃侃而谈，谈历史，谈文化，谈哲学，谈情怀，言之有物，仿佛青瓷盏中茶烟袅袅，文人墨客唯作品鉴，恍若兰亭雅集重现。里面谈到很多有深度的内容，比如武侠过时了吗？在言谈深处理解徐克关于讲述一个超越冷兵器时代的故事，大漠孤烟与江南烟雨交错，刀光剑影间暗藏儒道哲思，郭靖黄蓉的侠骨柔肠，在慢镜与留白中化作对家国大义的深情凝视。对于肖战在访谈中表现的印象深刻。看了肖战、徐克、窦文涛、文俊特别对谈，一直感慨这个男人真帅真有魅力，他身上的睿智真诚松弛格外的令人心动。在娱乐工业高度成熟的今天，明星访谈往往沦为程序化表演，但肖战的访谈总能让观众感受到思想的重量。面对媒体镜头，他既能从容拆解剧本创作逻辑，又能将表演感悟与传统文化意象相勾连，既能理性分析行业现状，又能信手拈来诗词典故增添表达意趣。工作空隙看了肖战人物专访，原来是徐克选择了肖战。原来导演2年前就找肖战演郭靖了，好的合作者在业内口碑是口口相传的。肖战的过分优秀让徐克选择了他，王可然选择了他，小红马选择了他，都选择了他。肖战对表演的不满足，对状态的不满足，对剧本和角色的不满足，让他一步一步往前走。很多时候，正如肖战所说，命运是不可控的，但是可控的是自己。没有答案，我已经放弃寻找答案。人生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做就好了，过好当下就好了。老派的导演拍了个慢慢品的人物，这部电影确实不符合如今短视频横行的时代，这个时代观众更喜欢直白的燃爆。这几年爆款电影基本都是抓住了大众这条神经才卖座的，可这部电影不是，它就是讲了一个侠之大者的故事。这部电影很吃亏，它讲了一个慢慢品的人物。射雕剧组是最好的剧组，又是最苦的剧组。射雕剧组既是最好的剧组，又是最苦的剧组。导演、主创和所有工作人员用10个月的时间，用满怀的热诚和心血，
守护着一座叫武侠的城。射雕没有辜负任何参与者，片尾字幕密密麻麻的人名就像一座城。导演徐克用赤诚守着这座城的所有百姓。徐克导演和演员都彬彬有礼，见到群演都会主动打招呼，叫一声群演老师。从导演到群演，所有人每天4点起床，5点进山，一直拍到太阳落山，没有天光才收工。山里特别冷，霜月风吹，有刺骨的寒意。为了追求真实感，演员们的道具都有负重，阿如那的盔甲40斤，难民们的背篓20斤，肖战拍射雕缝了7针。今年的春节档真正见识到了《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的江湖。江湖是什么？江湖就是有很多帮派，立了很多规矩，打打杀杀。戏外那些反反复复上演的围剿，不择手段故意激化矛盾对主创们的攻击，还有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斗争。3分面子，5分恩怨，贪婪加仇恨。春节即将结束，如潮般突然出现的声音，如同来时突然退去，留下一地的苟且与狼藉。现在不想再看那些粉粉黑黑，最终票房也没这么在意了，大家都尽力了，不再去评述电影好坏，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观点。从陆续放出关于射雕的各种访谈与花絮，只想说射雕真的是春节档最体面的电影，像真正的侠客穿风沐雨，衣衫虽湿，却更加豁达，不发疯，不卖惨，不抱怨，甚至不辩解。